大家好，相识34年，相守27年的比尔盖茨突然间离婚了。说突然，其实也不尽然，因为他们在婚姻的道路上也不是琴瑟和鸣、高山流水、一帆风顺的。学霸出身的梅琳达，也就是盖茨的夫人，跟哈佛出身的比尔盖茨毫无地位和思想上的差别。在婚前交往的过程中，包括他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完全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彼此都能在专业领域取长补短，相互的激励。按理说，这种强强联手、门当户对的婚姻，远比地位悬殊、豪门寒门那种灰姑娘式的婚姻组合来得更稳固、更长久。那么，为什么曾经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貌似美满的婚姻也会触礁呢？首先，比尔盖茨的婚姻失败再次有力验证了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爱情真相，那就是金钱永远都不是爱情的基石或者保证，金钱只是装饰品而已，它永远无法买到上半身的爱情，只能买到下半身的欢愉。其次，比尔盖茨这次离婚不是爱情的消亡，恰恰相反，我相信他们依旧是彼此相爱的，只是正如他们异口同声发布的官宣里所提到的，我们不再相信在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我们能够继续像夫妻一样共同的成长。这句相当官方、相当西化的潜台词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很明显，这句话在表示说，他们长达27年的夫妻的感情还在，他们依旧是彼此相爱，只是他们的感情已经没法走得更远了，他们彼此的爱意再也没法继续升华了。那么他们之间到底缺少了哪些婚姻所必须的可以维持长长久久的化学元素呢？抛开豪门与超豪门的惊人的财富的差距，比尔盖茨的离婚内因其实跟赵丽颖的离婚内因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度极高的内因足以警醒亿万吃瓜的群众，一块去重新审视一番自己的爱情理念和婚姻现状。毕竟爱情童话、童话爱情都是暖色的勾勒和理想的升华，而现实往往大相径庭。因为脱离了柴米油盐就不是生活，没有了嬉笑怒骂就不是真实。婚姻与生活就是充满了人间烟火、锅耳瓢盆合奏的人生奏鸣曲，而且贯穿了始终，从不曾间断过。有时候偏偏就是那么一次，勺子把锅子砸破了，婚姻就跟着收场了。可以这么说，对于任何人的婚姻而言，必然原因和偶然因素都会大量的存在。说回这个比尔盖茨，如果抛开其外在的超豪、富豪或土豪的镀金身份，他和任何人的身份都没有两样，也就是肉体凡胎、七情六欲、生老病死的普通人一枚。因此，穷光蛋的爱情和比尔盖茨的婚姻都有个殊途同归的最终交集，那就是爱人的需要。因此，一场婚姻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对方的需要。例如，赵丽颖和比尔盖茨的太太都有这么一个相同而强大的心声。如果这个心声被比尔盖茨、被冯绍峰充分的理解了，完全的尊重了，以至于最终妥善的处理了，那么梅琳达或者赵丽颖的爱情小船就能划得要多远就有多远了。就像伊丽莎白女王那场横跨了2个世纪、长达74年的白石婚姻一样。众所周知，在赵丽颖婚姻与爱情的词典里，有一个词必不可少，那就是2个字：平等。因为赵丽颖出身寒门，一个草根阶级的完美逆袭，不可能像星二代、富3代那样可以高起点的玩票或者小目标的随性，因为草根压根就输不起，所以他们必须付出10倍甚至100倍超乎于常人的努力。所以在赵丽颖的婚姻词典中，这个词的分量远超其他的需要。同样，即便出身和实力都跟比尔盖茨平起平坐的梅琳达，居然同样会要求这2个字：平等。毕竟说1000道10000，这个现实的社会依旧是个男权的社会。
让普通吃瓜群众绝对想不到的就是，就连梅琳达这么一个能力超凡、影响巨大的公众女性，居然也有这样的压力，而且还是如影随形的那种。举个例来说吧，早在2000年，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的基金会正式成立了。那时候起，事无巨细的比尔盖茨就开始亲自执笔，负责草拟1年1度的公开信。按说这是屁大的事儿，结果梅琳达不干，他觉得他可以负责起这件事儿。于是，在磕磕绊绊中，过了13年，也就是2013年，作为基金会联合主席的梅琳达再次提出了参与公开信的撰写。结果呢，盖茨还是不同意。于是两个人为此彻底闹翻了，大吵了一架。梅琳达后来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以为我们都要杀了对方，我们的婚姻可能到这里就结束了吧。怎么样，听起来后果严重不？可以说在吃瓜群众的眼里，这简直就是屁大的一件事，甚至不少怕麻烦的人还唯恐避之不及的一件小事，居然差点就闹出了人命，实在是匪夷所思。由此可见，女权思想相当超前、相当厉害的梅琳达，在婚姻中要的就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彼此的对等，以及凡事的平等。或许一些男人才能干的体力活，他也想要尝试尝试。无论如何，整整20年过去了，智商拔群的比尔盖茨还是没有做好完全平等的思想工作。于是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便正式告一段落了。超强独立的梅琳达以后可以无忧无虑、不必争吵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了。因此，无论比尔盖茨的婚姻还是赵丽颖的婚姻，都面对了这么一个殊途同归的挑战，那就是爱的需要和爱的回应，或者说是平等的心声和平等的回应。一场没有婚礼的爱情，就像一场没有主角的盛典，即便轰轰烈烈，也会无果而终。一场无法平等的婚姻，就像一个地基不平的建筑，即便外观超豪超赞，最终也抵挡不过时间的考验，最终也会倾覆倒塌。无论一段关系、感情或婚姻勉强维持了3年还是30年，都毫不例外。如果您已经点赞，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因为新闻每一天，天天在眼前。如果您已经评论，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因为评论每个字，字字是支持。